考公最后一门开考前，女儿翘着脚吃着我切的水果。妈，你要是不给我买辆宝马，下午这门我就不考了。我一反常态，冲她微微一笑。行，既然倩倩这么有骨气，不考就不考了，明天直接进厂打工。女儿立马放下翘着的脚，一脸的不可置信。我说我不去考试了，你同意了？当然。前世为了她的前途，我咬牙答应，掏空家底给她买了辆低配的宝马。结果我查出癌症的时候，她却拒绝卖车，甚至偷偷卖掉了房子卷款跑了。这次她爱考不考，01。妈，我早上这门我估分觉得能拿个80多分。我看他们来考试的不是开宝马就是奔驰奥迪的。我不管，你要是不给我买，我下午这门就不去考了。没有 BBA 就算考上了去上班也是丢人现眼，被同事欺负的份还不如进厂得了。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皱了皱眉，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没有血洞。我重生了，看了一眼手表，正好是女儿张倩考公的那一天。下午还有一门申论。我看着桌上切的小兔子形状的苹果，内心的激动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倩倩长大了，知道要自食其力了。张倩不明所以的看向我，我对着她微微一笑。行，既然倩倩这么有骨气，不考就不考了，明天直接进厂打工，自食其力赚宝马。正好我看隔壁的电子厂刚好在招流水线工人，去了立马就能上班，下个月就能赚到工资攒下买宝马的第一笔钱了。说完，我诚恳地对着他竖了竖大拇指。这下张倩立马放下了翘着的脚，一脸不可置信。我说我不去考试了，你同意了？我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头，这有什么好不同意的？女儿长大了，知道帮妈妈分担赚钱的辛苦了，我欣慰都来不及呢。看着她渐渐垮掉的脸色，我的内心一片平静。什么经常不过都是拿来威胁我的话，她太知道一个母亲能为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了，一切都不过是用来拿捏我的手段罢了。上辈子就是这样，我掏空了家底给她买了宝马，甚至卖掉了我妈生前留给我的2根金项链。可是在1年之后，我查出乳腺癌的时候，她却拒绝卖掉车子帮我治病，甚至卖掉了我们唯一的房子，带着房款连夜搬家，生怕我找上她，让她出钱给她治病。最后没钱治病的我，只能看着自己的病情不断恶化。最后我一个人在等死的时候，她却突然出现。我以为她是良心发现回来找我了，谁知道一转身，她推我撞向了锋利的刀尖。妈，反正你都快死了，不如再帮我一次。讲到这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张倩看着我，似乎动真格之后开始急了。妈，我要是没考上公，你会被爸爸那个新娶的老婆笑话的。而且你不是说厂里上班会被人看不起的吗？我扶了扶眼镜，不在意地道。没事，只要勤奋的人都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妈妈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且经常嘛，多劳多得，别人上6休1，你就上15休1，总能赚得比别人多。到时候你喜欢的 BBA 都能自己买，这样的你妈妈为你感到骄傲都来不及。你要是怕给妈丢脸，那我们就去公证断绝母女关系，这样你就能心无旁骛地赚钱了，不用为了顾及我束手束脚。不就是吃定了我们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吗？现在这关系我不要了。这下我看你还能拿什么威胁我灵儿？张倩的表情愣在那里，似是不可置信，又带着一点狐疑。但是自从离婚之后，我对她是有100花110，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没有亏待过她半分。她还是觉得我不可能不管她，于是咬了咬牙，决定赌一把，躺回了沙发上，翘起了脚。我淡定地开始收拾行李，既然不考了，下午我就不续房了，早点回去还能赶上，今天进厂，明天就能开始赚钱。我收起他的身份证，放进了行李箱里，啪一下关上了行李箱，走吧。
收拾停当之后，我推着行李箱看着他说道。他这下才彻底慌了，妈，你什么意思啊？快走啊，1点钟有一班车，现在走刚好赶得上。说完我就拉着他往外走，他没反应过来，被我拉着走了。几步之后突然甩开了我的手。我身份证呢？哦，我放箱子里了，反正大巴车不用身份证。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却不管他，自顾自地拉着行李箱朝着外面走去。听着后面的声音，他已经自己跟上来了，脚步却似是缓慢又沉重。我的内心却无比的轻快起来，原来抛开他之后的人生这么的轻松，以后我只要为自己而活就行了。我脚步轻盈地停在了电梯口，正准备按下按键的时候，手上的行李箱却被一把夺走了。他的手心都是汗，额角隐隐有青筋跳动，整张脸长得通红。夺过行李箱之后，他就开始疯狂地翻找起来。拿到了我放在夹层里的身份证之后，一脚踢在了行李箱上，朝着我怒吼道：你说不考就不考了，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我偏不。就在这个时候，电梯打开了，他大步跨了进去，关上了门，只留下一个怒气冲冲的眼神。我看着关上的电梯门，蹲下身慢慢将它翻乱的行李重新收拾好，走进了电梯。原来他也知道考公很重要啊，还以为他不在乎呢。我在前台退了房，坐上了回家的高铁商务座。本来为了省钱，我都是坐的大巴车，大巴车开得慢，车上也颠簸，每次一下车我都吐得天昏地暗。但是现在我也该享享福了03。到家之后我倒头就睡，一直忧心张倩的考试，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梦里我看到自己为了女儿考公，每天换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好喝的，每天一无海参的吃着，水果不重样，一天4顿的伺候着，天天轻声细语，生怕惹得女儿情绪波动。她说水果牌的最新款平板方便看视频型买，买了平板又说要电脑手机全部配齐才方便用，型买。后来又说驴牌的包包装书更耐用更方便，型都买了。我自己过得勤俭巴巴，一年不舍得买新衣服，但是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一丝一毫。结果呢，我生了病，他却拔腿就走，甚至还将我推出去挡刀。那些廉价的平替药，四面漏风，半夜呼呼响着的出租屋的窗户，永远也不会暖和的被窝，还有胸口钻心的刺痛。突然一阵哐哐哐的声音响起，我脚下一空睁开了眼。我定了定神是梦啊，但是砸门的声音却是真实存在的。起身打开门，就看到张倩怒气冲冲的脸。我考试累死累活，你不来接我就算了，竟然真的把酒店退了，我差点就要睡大街了。好不容易买到了大巴车的票才能回来，否则今天晚上我都不知道要睡在哪里。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往旁边一推。我在外面受苦受累，你倒是在家睡舒服，有你这样当妈的吗？不来接我就算了，还在家里睡大觉，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我脸色平淡地喝了一口水，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没有接话。他话锋一转，坐到沙发上。算了，你明天就去给我提宝马，就当是今天的补偿了。我疑惑地看着他。倩倩，你怎么几个小时之前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你说要自己赚钱买宝马的呀，妈妈还等着做你买的宝马呢。我说我去考试，你就给我买的，那是你自己说的吧，我可没有答应的。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终于发现我是认真的，脸色刷的就沉了下来。行，自己买就自己买，你以后别后悔。转身就进了房间，我知道他这是去搬救兵去了，不过他还不知道这个救兵也是我04。今年是张倩考公的第3年，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我压根就没有告诉他。他的爸爸早就有了一个新的孩子，还是他爷爷奶奶千求万求的金孙。最重要的是他手机通讯录
里的爸爸的号码是我的小号。他爸爸根本就不关心他这个女儿，甚至每个月我都假装是他爸爸给他打钱，就是希望他的身心健康不受影响，不会因为爸爸妈妈离婚自卑。现在看来，我这举动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他的心莲不值得我去保护。于是趁着半夜，我将他手机里的号码换成了他爸爸的真实号码，觉得爸爸更好，那就找去吧。第二日，我早早的就出了门，去医院挂了个号，做了全套的身体检查。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我才长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来得及。现在还是个良性的，虽然有点大，但是做手术切除就行了。医生告诉我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生气焦虑，否则就会变化很快。我想起上一世，他考上了公，之后觉得自己是铁饭碗了，就顶撞领导上班迟到早退，还在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骂领导傻逼。我操碎了心，对着领导点头哈腰间求万，求换来了最后一个机会。结果他却在网上 diss 大学生。00后不是说要整顿职场吗？怎么连职场都进不去？想想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几句话骂得大家群情激愤。最后因为舆论影响，他还是被开除了。我为他忧心忡忡，又是找关系又是花钱，想给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却每天晚上开着宝马出去飙车，说这才是他想要的人生。气得我1年之内病情迅速恶化，变成了恶性肿瘤。以后他的人生我不干预了，爱咋咋的吧。我带着药到家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手指在手机上疯狂地打着字。看到我回来了，他扔下手机就朝我吼道：是不是你跟爸爸说让他不要理我的？他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回过我信息了。宋芝，你真恶心啊，明知道爸爸有了新的家庭，你还跟他有联系。当年要离婚的是你，现在还在勾搭爸爸的也是你。你贱不贱啊？听到他嘴里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我笑出了声。这就是我掏心掏肺养大的白眼狼，真是好笑啊。我拿过他的手机，直接拨通了电话。怎么信息不回，你就不会打电话吗？嘟声过后，传来了一个女声：喂喂喂，爸爸，你谁啊？打错了吧？我们家只有儿子，没有女儿。随即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阵忙音，挂断了。张倩如遭雷击，愣在原地。回过神来的张倩一把抢过了手机。你肯定是按错了，紧接着重新按下了拨号键，嘟嘟嘟，漫长的嘟声之后都是无人接听。就在张倩准备挂掉电话再重新打的时候，电话接通了，这一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张倩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爸爸，我是倩倩啊。什么倩倩？我不认识什么倩倩，你打错了吧？怎么可能呢？爸爸，我是倩倩啊，张倩，你最疼爱的女儿啊。你不是每个月都给我打钱的吗？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随即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女声：好啊你，张国鹏，你竟然背着我给外面的女人打钱，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是吧？还偷偷藏了私房钱。电话被突兀的挂断掉了，张倩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喃喃道：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打错了。她咬着牙，眼眶微红，嘴里不住的喃喃道：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又再次按下了拨号键。这一次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一个愤怒的女声从听筒里传了过来：喂，你到底是谁？什么女儿女儿的？我家老张什么时候有的女儿？你不会是他养在外面的小三吧？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当小三的还敢打电话来？张倩眼睛瞪得很大，胸口大幅度的起伏，急吼吼的辩解道：我不是小三，我就是张国鹏的女儿。我叫张倩，我妈是宋芝。这下那边突然没有了声音，窸窸窣窣之后，男人的声音传来：哎呦，是倩倩啊，爸爸工作太忙，突然忘记了，你有什么事吗？最后一句显得生疏的问话问得张倩愣在了原地。
爸爸，我从张倩手机接过电话。我是宋芝，你女儿说考上，公了想要你给她买宝马。嘟嘟嘟，话还没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一阵忙音。张倩咬了咬牙，肯定是因为他老婆在旁边，他不方便说话，对，一定是这样的。我内心嗤笑一声，点了点头，或许吧。却没想到第二日一早，张国鹏就上门来了。看到张国鹏的一瞬间，张倩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爸爸，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下一秒却看到了张国鹏身后站着的女人和一个男孩，瞬间他的笑容就消失了。我却笑容灿烂地上前将他们引进了门。坐下之后，女人上上下下将张倩打量了一遍。你就是张倩，你说你爸每个月都给你打钱，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没有资格分配使用。现在我们要求你把这个钱还回来。张倩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看向张国鹏爸，他这是什么意思？我本以为张国鹏会辩解，毕竟他根本没有打过钱给张倩，却没想到他却应承了下来。倩倩啊，你刘阿姨说的对，这钱确实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妈说你考上公了，那你肯定有钱了。看在你是我女儿的份上，这笔钱我不跟你算利息，你把本金还给我就好。我讽刺地勾了勾嘴角，真是10年如一日的贱男人。上一世，张国鹏和他妈一看我生的是个女儿，月子里就开始给我洗脑要再生一个儿子。我不答应，他就开始在外面偷偷地找人试。在第10年试了10几个都没有怀上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果断地要求离婚。离婚的时候，因为房子掰扯了很久，但是关于张倩，他却一句都没有提过，摆明了就是不想要这个女儿。我知道他肯定是要再婚生儿子的，有了房子好娶媳妇，但是带着张倩，就是一个影响他再婚的拖油瓶。不过这些张倩一点都不知道，他还以为爸爸有多么的爱他。现在这层遮羞布被扯下来之后，我看他如何应对。我没钱，我还没考上呢。没考上你来装什么狗逼犊子，贱人养大的孩子就是贱。一旁的刘娟一脸不屑地朝我开了口，一口一个的贱人，倒是把张倩先惹毛了。你说什么呢？我看你才是贱人，才是小三。我爸爸给我花钱，跟你有什么关系？说完用力地挤到2人中间坐下，挽住了张国鹏的胳膊。爸，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女人逼你的？你别怕，大不了你们离婚，我养你。就在我以为张国鹏会拒绝的时候，却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亮。真的吗？看着自己日思夜想最亲爱的爸爸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他更加坚定地觉得张国鹏是被刘娟逼迫的。那你妈？我耸了耸肩，摆手道，我随意想迁户口，随时都能迁走。哼，张倩对着我冷哼一声，果然是爸爸的好女儿啊，这么多年没有白养你。倒是真敢说这么多年是用什么养女儿的空气吗？无所谓，走了我能更安心的去做手术。不过张倩似乎忽视了张国鹏和刘娟对视的那一眼。爸爸，那我今晚就跟你回家吧。张国鹏犹豫了一下，今晚还不行，我没有准备好。过2天吧，你这2天把东西收拾好，爸爸就来接你。张倩不太高兴地应下了。等张国鹏走后，他就进房间开始收拾东西。没过一会，他就脸色难看地重重地甩了一下门。我的平板电脑呢？还有我的包呢？我看了他一眼，冷淡地回答道，哦，那些东西啊，我送给隔壁的小花了。你凭什么随便把我的东西送人？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动我的东西？我不管，你要不去给我要回来，要不就给我买一套全新的。我眼皮都没抬的直接进了房间，还没关上门，张倩就一脚抵住了门。你什么意思？这些是我的东西。不好意思，那些都是我花钱买的，我手机里还有付款记录。而且你不是要走了吗？我买的东西你应该看不上了吧？
到时候让你爸给你买最新的不是更好吗？刚好隔壁小花考上了大学，她正是刚需。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妈，你是吃醋了吧？你在怪我更喜欢爸爸吧？没事，只要你明天带我去买宝马。我立马甩了我爸，以后只好好孝敬你一个人。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买不起，你还是走吧。你想清楚，你可就我一个女儿，我要是走了以后都不会再管你了，你以后可就没人养老送终了。快走吧，我自己攒钱养老比指望你靠谱一点。毕竟你现在想要宝马，以后想要宾利怎么办？我的钱可不会跟我要东西。张倩听到这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沉默了几秒，突然哼了一声。你既然不舍得给我花钱，当时为什么不让我跟爸爸走？我看到了爸爸开的车是一个盾牌的车标，我听同学说过，那可是保时捷。要是我早就跟着爸爸，还这么辛苦考公干什么？早就能躺平当富二代了。我一愣，车标是盾牌一样的没错，但是谁告诉他那是保时捷的？我冷笑一声，一巴掌甩了过去。把你脑子里的脑浆摇圆了再跟我说话。这第一个巴掌打的是我怀胎10月受的苦。打完第一个巴掌之后，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躁动了起来。于是啪一下，我又扇了第二个巴掌。这第二个巴掌打的是我前世所受的委屈和苦。紧接着我又甩出了第三个巴掌。这第三个巴掌不为什么就是想打白眼狼。3个巴掌下去，张倩彻底懵了一瞬，随后反应过来之后，手指指着我，你什么你活该被爸爸抛弃，呵，你大概弄错了一件事情，是我要跟张国鹏离婚的。而且他现在不又要离婚了吗？张倩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气鼓鼓的转身拖了行李就夺门而去。你不配做我妈，我告诉你，我今天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也别指望我会回来给你养老，不可能的了。等你以后老了瞎了残了，就只能自己慢慢等死了。你不走，我连老都活不到，你走了，我才能活到老啊。看着手机上发来的手术注意事项，我将门反锁关上了灯。第二日，我早早地收拾好东西，叫了跑腿，把户口本送去了张国鹏家。随后我就直接去了医院办好了住院。手术很顺利，3个小时就结束了。手术之前我就找好了看护，我一咳嗽他就递水，喂我吃饭，抱我上厕所。这花钱找的看护比我那亲生的女儿好用得太多了，至少人家有职业操守。胸部的肿块已经消失了，压在我生命线上的大石头已经被我移走了。接下来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上辈子为了别人自我感动，还被人当作踢死鬼踏脚石。妈妈的那一世已经结束了，这一世只是送之。刚打开手机就刷到了张倩发的朋友圈，小小笔试拿捏，配图是一张考试成绩的截图。跟上一世一样，张倩笔试第3名，刚刚好进面。但是接下来的面试她就不会这么顺利了。上一世我花了好几万给他报了1对1面试培训班，也才只是第2名。要不是第1名自己放弃了，他才没有机会上岸。这一世他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况且我看着朋友圈明晃晃的姓名，真是蠢啊。是隐秘成这个道理，就算我说了1000次万次，他还是听不明白。班敞开香槟是很容易打脸的，我动了动手指评论。考上了，明天就能提宝马了吧？过了一会，我发现他直接删掉了这条朋友圈，重新发了一条。我嘲笑出声，怎么不直接拉黑我？还是想给自己留余地吗？真有意思。以张国鹏目前的财政状况，别说什么宝马了，就他那辆破2手车估计都要保不住。他那车的车标确实是一个盾牌，不过不是保时捷的盾牌，而是荣威的盾牌。那辆车还是我们结婚时候买的2手车，开到了现在都没换。张国鹏混的真是一点都没有长进。我倒是隐隐有些期待起来了，
等到张倩知道那这根本不是保时捷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半场开了香槟，站上不上的了还是两说呢。接下来的面试才是重头戏呢。可是张倩的朋友圈却开始每天发一些吃吃喝喝，不是今天在哪里逛街，就是今天在哪里喝酒，甚至还跟着黄毛去飙车。看着照片里露出一点头发的黄毛，我只感到讽刺。上一世他笔试完之后，他说想要放松放松，我就给他打了5000块钱，让他跟朋友去周边散散心。结果他却跟着黄毛飙车，被人举报了。我去警察局领人的时候，黄毛的手还搭在他的腰上。我苦苦哀求派出所的人，这才没有留下案底。而后来他却还是跟黄毛搞在了一起，这才是自由的味道。行，现在你就好好品尝自由的味道吧。可是几个月之后，我却收到了张国鹏的电话邀请，我参加张倩庆祝上岸的宴席。我翻了翻公示记录，根本就没有。就张倩前段时间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怎么可能过面试？但若是没有过面试，这场宴席又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倒是有点好奇起来了。这宴席就算是个鸿门宴，我也得去看一眼。我做了个发型，化了妆，这段时间吃好睡好，鸡丝好了不知道多少杯，再加上报名了普拉提的课程，整个人宛如脱胎换骨一样。我穿着新买的连衣裙，拎着上一世根本舍不得买的名牌包，踩着高跟鞋出现在了宴席现场。酒店门口硕大的一张海报，庆祝爱女张倩考公上岸。我摘下墨镜子，仔细细地看了一眼这张 P 图 P 成神仙姐姐的照片，才确认这真的是我的女儿。但是这么大肆庆祝，简直是踩在红线上跳舞，一群蠢货。张倩看到我来，现实不可置信地瞪大眼，随即皱着眉。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那抛夫弃子的好妈妈啊，我以为多有骨气呢。看到我上岸了，就想来巴结我了，不过已经晚了，这里不欢迎你，滚吧。不好意思哦，是你的好爸爸热情地邀请我来的。不过我怎么没在网上看到公示信息啊？半场开香槟，啧不要打脸哦。张倩愤愤地看了我一眼，我这上岸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第一名放弃了，第二名。说到一半，他却突然住了口，反正我告诉你，我一定会上岸的，你就等着看吧。我重新戴上墨镜，哦，那我拭目以待。果然他还是只有第3名，但是第2名是怎么了呢？张国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领着我坐在了他隔壁。坐下来之后，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这一桌的人怎么像是在相亲？对面的男人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身旁坐着的中年男女倒是一直非常热情的在叽里呱啦，一会说自己家有3套房子，一会说自己家有几辆车。张倩倒是一反常态，一副含羞带怯的模样。我算是看明白了，叫我来时给张倩当妈的，这就是一场抬举张倩的相亲局。直到最后，对面的中年男女掏出了一把车钥匙放在桌上转了过来。这是我们给倩倩的见面礼，也是我们的诚意。张倩看到车钥匙，眼睛一下就亮了，挑衅地朝我挑了挑眉。无声地传达着我有宝马了这5个字。我拿起杯子掩住了嘴角的笑意，就一个车钥匙，没有行驶证，不过就有个使用权而已，有什么好高兴的？而且那中年女人手上的表假的也太明显了 Real X。 只有张家这2个蠢货相信这是真的名表，毕竟那一圈碎钻看着是有点唬人。很快到了张倩上台发言的时候，她拿着宝马的车钥匙站在台上，感谢爸爸，感谢老师，感谢自己，反正就是没有我。接着拿着宝马的车钥匙说这是自己收到最好的礼物。他声泪俱下的模样看着倒挺逼真，我却只看到那个一直低着头的男孩脖子上明显的草莓痕迹，真有意思。宴席结束之后，我刚走出酒店门口，就看到一辆白色的车唰的一下停在了我的眼前。
张倩摇下车窗，你看吧，你不给我买，有的是人给我买。是吗？那真是恭喜你啊。一边说着，我一边掏出了车钥匙，轻轻一按。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奔驰 SUV 闪了闪灯。张倩瞬间涨红了脸，你竟然有钱换奔驰，却没钱给我买宝马。你是不是早就想甩掉我这个？拖油瓶好，自己去逍遥快活了，对吧？爸爸说的对。你就是故意想要把我逼走的，是啊，那咋了？哼，我告诉你，刘晨家里非常有钱，我很快就能过上富太太的日子了，你只会越来越老，最后老死病死，我都不会回去看你一眼的。刘晨，我嘀咕了一下这个名字，这不是刘娟的远房亲戚吗？没记错的话，他上辈子似乎因为骗婚被人打断了腿。而有钱，我真是笑了。刚到家就看到张倩发了自己坐在宝马车上的照片，硕大的车标在照片里格外的显眼。爸爸的奖励兮兮。那天之后，张倩每天就晒自己开车在这里玩那里玩，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唯一不变的是她照片里硕大的车标。我根据上一世的记忆找到了面试第2名的家里，却发现对方父母愁容满面。细问之下，我才知道这个叫顾雨的小姑娘失踪了。我突然有了一个荒唐的想法，询问了一下小姑娘最后出现的地方，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张国鹏老宅的附近。那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工作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张国鹏还有一套无人居住的老宅子在那里。我赶紧跟负责这件事情的警员联系，告诉了他们自己的猜测。警察动作很快，马上组织队员开始在那一片搜寻。而这个时候的张倩却已经神志不清的跟一个男人紧紧的搂抱在了一起。我跟着搜救队一起在老宅附近发现了顾雨的一只鞋子，大家立刻更仔细的搜寻起来。搜救队撞开张国鹏老宅大门的时候，我知道张倩、张国鹏一家的好日子到头了。果然，我刚到警察局，张国鹏随后也被警察带来了。张国鹏打死不承认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系。顾雨也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绑架，直到我拿出了张倩的照片。你见过这个女孩子吗？顾雨一脸震惊，这才明白自己被当成了绊脚石。只要自己体检的时候不出现，就视为自己放弃了，那么张倩就能100%的替补上岸。事情到现在已经很明了了，张倩和张国鹏为了上岸不择手段，竟然铤而走险。张倩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一身珠光宝气，穿着风衣，拎着名牌包，化着大浓妆。当她看到在场的还有我和张国鹏的时候，微微变色。怎么又是你？你这是见不得我好是吧？我耸了耸肩，朝着他身后指了指。他回头一看，脸色大变。我说过，半场开香槟容易打脸的。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张国鹏竟然顶下了所有的罪名，让我不得不怀疑这背后还有别的故事。没过几日，我接到了警察的电话，问我是否清楚张国鹏的财务状况。我这才知道张国鹏跟刘娟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换心脏需要大量的钱，所以他才会那么爽快的跟刘娟离了婚。而且为了治病，他早就在外面欠了好几百万的账务，所以他帮着张倩张罗上岸的事情，也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血肉亲情，为的是把张倩卖一个好价格。张倩那天的相信对象，那个叫刘晨的男人，身体性别男，喜欢的也是男，但是刘晨父母希望刘晨能有个孩子，但是又对对方要求颇高。正经家的姑娘一打听就知道刘晨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了，没有人愿意养入虎口。就在这当口，张倩自己找上门来了。于是张国鹏和刘娟将计就计，姐姐离婚，还把张倩的户口迁了过来。张国鹏把唯一的房子留给了刘娟母子，自己背下了所有债务。对面本来开出的价格是200万，
但是张国鹏说自己闺女考上供了这个价格不够，于是又加了50万。为了多这50万，张国鹏才铤而走险。所以张倩就这样也跟着张国鹏背下了债务，但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东窗事发，张倩原本自己十拿9稳的名额没有了，而张国鹏涉嫌故意伤害、拘禁他人被判了刑。张倩以后连考公的资格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是没了工作，还背了一笔巨额的债务。等我再次见到张倩的时候，是她自己浑身伤痕地找上了门。妈，你救救我，那些追债的人天天堵着我，我快要活不下去了。你怎么不去找你的好老公的呢？什么好老公，都是骗人的狗东西，流程根本就不是直的，每一次都要吃药硬来。我就跟一个玩偶一样被摆弄来摆弄去，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妈，你救救我，我是你唯一的女儿啊！她趴在我的脚下哭着哀求道。可是没一会，就一个男人上前，拎小鸡一样的把她拎了起来。你收了200多万的彩礼，你会不知道在哪？少放屁了，老子托人去问过了，你爸收钱都给你了。老大，他有辆宝马车弄过来卖了，还能有点钱。说车呢？车不是我的啊！我叹了一口气，掏出手机按下了拨号键。很快警车的呜鸣声就在外面响了起来。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协商下，张倩还是要替她爸爸偿还债务。她哭得撕心裂肺地求我的时候，我只想到了濒死之前呼啸的冷风。路是你自己选的，怪不了别人。张倩没有办法，只得开始找工作。每个月准时就会有一帮人上门要钱。她毕业的学校不错，却还是找工作屡屡碰壁。找到了工作也干不长久。我刷到她的社交媒体的账号，每天都在大骂黑心老板，言语之间满是戾气。命运的回旋镖终究砸在了她自己的身上。上辈子嘲笑别人找不到工作，这辈子换成她自己了。几个月之后，她终于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上门去找了刘娟母子。到地方之后，她才发现刘娟的儿子竟然因为患心脏出现的排斥反应已经去世了，而她去的那一天正是她下葬的日子。张倩在灵堂上癫狂大笑，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的刘娟连捅3刀，最后保住了命，却废了一只手。从此她就拖着残破的身体，做着一些零工，住在四面漏风的出租屋里，有上顿没下顿，就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吧。而我此刻在马尔代夫的岛上，享受着热带的阳光，